是我劝过他，我说这儿水深，而且水很凉。他不但不听，还骂了我一顿。那你看见他有危险，怎么没施救？我不会游泳，这也有错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在第一时间就报警了，主要是这里太偏了。是不是没事了？没什么事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可以了。后面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，我们再联系你。哦。找到了，尸体找到了。喏，这是你相叔啊，今天刚钓上来的，特意拿过来的。公子，你这不是又回海关工作了吗？正好我今儿钓的鱼，拿过来给你啊，尝尝鲜。谢谢叔，正好可以庆祝我回游。老乡，真得提醒你，你个想法很危险呀！你这是在给走私分子开脱。哎，你提到走私分子了，那我就跟你聊聊这个走私分子。你们旅检这些年抓的都是骡子，这些人为什么做骡子？因为他们被走私集团蒙骗了，他们只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，弄得家破人亡。听上去你还挺可怜他们。能不可怜他们吗？他们只不过就是走私分子运输的工具，他们根本就不懂法，有的不知情，你说可不可怜？选择，老陈，这是选择问题。哎，就像当初你选择去海关一样，这些人他们是选择成为骡子，他们选择成为犯罪工具，他们不知道可怜。你太冷酷了。我这不是冷酷，我这是冷静。因为我了解他们，他们有欲望，他们有不切实际的欲望。这些人他又不愿意付出努力去得到，他想走捷径，恰巧这会儿有人给他们搬来了梯子。所以呀，我们现在就要抓这些搬梯子的人，尤其是走私团伙里的艄公。他们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，你，老陈，你记不记得刚才我问你的问题？啊，我问你，你能守他吗？你能守多久？你守不住，多久你都守不住。不光是你，还有聪子，还有聪子现在那个徒弟，你们都守不住。不争了，我去给你叫医生。
3年前被你捣毁的那个萨子伊集团，他们并没有覆灭，他们又开始活动了。还有那个娃娃，他也出现了。我相信这些村子肯定告诉你了，可惜你记不住。你怎么知道我从不能告诉你，是那个小。老陈啊，你还是那么自负，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最聪明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知道的比这个多。你是谁？你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付出都是无用功，对自己。你现在就像是一条无助的老狗，你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，谈何守主啊？啊？我会走你的老路，我会把郭聪从海关救出来。我不配，我守了他15年，我不配。告诉你啊，刚才你说的，他是我半个儿子，我会给他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老乡，有个情况我来跟你说一下啊。老陈现在出现了重点清醒状态。什么意思？有一种医学也解释不了的现象，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，在临终之时会突然恢复意识，能够正常交流了。国外医学界把这种情况命名为 terminal lucidity， 也就是重点清醒，类似于回光返照。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我去叫医生，我去叫医生。阿香，别激动啊！别激动，我去叫医生。阿香，别走！医生啊！别走！医生！再见，老伙计。
老张看过了，花是眼角装下来的，是不是照用的真迹？等去旧了再找人看一看。老张说了，至少值100万美金。买家联系好了吗？那还不是分钟的事情。图片刚放出去就有一堆人上来询价了。我的意思，先把话弄出去，好好理清一下，再去说。什么时候你开始有自己的意思了？李姐，我这不是在猜你的意思吗？那你准备怎么往外运啊？你看，话有点大。我让老张切成3片了，倒是有3个骡子带出去，就算有被吃到的。单片也只是这样的。行，那你去安排航班，还有那边落地以后的事情吧，尽快。齐活儿。姐，这么多年，别的不说，我这手艺没丢，看见了吗？火候刚刚好，色香味俱全。易先生，是我。我知道。照片我收到了，这些都是骡子吗？都是可以成为骡子的人。照片的背面，我都简要的写了他们现在的现状以及弱点。你需要骡子的时候就去找他们。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？不用，我知道该怎么说。怎么了，姐？我觉得这个易先生有点反常。他这个人有能力，很神秘，他就不正常，他哪来的反常啊？你想啊，他之前是只负责找骡子，但是我们怎么用谁，他从来不过问。今天我跟他提起这幅画的时候，他指定要陈伟、宋律师，还有那个倒腾画的事主来做骡子，而且在这里边吧，只有这个宋律师是他找来的，剩下2个人他就没见过呀。那你觉得他想干什么呀？我要能想出来，我就不在这儿想了呀。反正肯定不正常。还有啊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他已经好久没有问过娃娃的事儿了？会不会是他已经知道了什么，不告诉咱们呀？很有可能。姐，我说句不该说的啊。他不是跟咱俩一起打江山的，他不像我一直跟着你，咱俩一条心。上次搬到萨子一那几个娃娃，他都知道，但他没跟你交底儿。就冲这个，我觉得这个人不得不防。找机会，我们是该摸摸他的底儿了。这个娃娃明显就是狱警，陈副科长。最近有没有本务要出入境的信息啊？暂时还没有。 ”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 。 “。 。 。 。 。 。 “。 。 。 “。 。 。 “。 “。 “。 “。 “。 “。 “。 “。 ”。 “。 ”。 “。 “。 “。
松子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啊？这2次的娃娃似乎不是专门给我们的。3年前的娃娃相对还比较隐秘的，只有我们海关知道，别人不知道。而这2次的娃娃有些故弄玄虚，生怕别人不知道。除了对海关，他们好像还有一些信息要跟别人传递。我记得大宇之前说过，这个人可能想借用娃娃将我们的注意力牵引过去，想借由海关之手除掉一集团。不管他们是黑吃黑，还是另有什么目的，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的。只要我们守住我们的国门，就行了。是。姐，这娃娃又出现了，阴魂不散啊！这明显是冲着这幅画来的。我觉得这单货不对劲儿，从那个易先生开始就不对劲儿。姐，这是谁走漏了风声啊？这单货先别走了，继续走的话，中枪口了怎么办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咱们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姐，这啥时候了还整词儿？你怎么连这句都不懂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咱们不能做亏本的买卖，不能货丢了，人还折进去了。啊，我明白，偷鸡不成蚀把米呗。这样，我先给肯打电话，让他把货停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给易先生打个电话。又是他，他肯定不傻，他的想法跟咱们是一样的。首先，停单这么大事儿，我得告诉他。另外，我还有个预感，我要看看他的反应。易先生，陆丽，易先生，是我。娃娃又出现了，您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您好像不太惊讶呀。我一直在等他的出现，如果他不出现，我才会惊讶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娃娃的出现，就证明了我的推断是正确的。因为我已经知道放娃娃的人是谁了。是谁？是龙硕。龙硕啊！杜丽啊，我一直让你们找龙硕，结果你们反被龙硕摸上门了。你知道吗？龙硕早和你手下的陈伟搞到一起去了。这不可能吧？摄影展上的视频就是龙硕拍的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幅画也是龙硕从中间给陈伟牵的线。我问过你，这幅画的来路干净吗？你怎么说的？
老陈，陈赛河，走一个。哎，聪子，想开点儿啊！我一直认为，那种被困在黑暗里的那种孤独，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匣子里，他不停地呼救，却没有人应答。那种痛苦是咱们不能理解的。所以说，离开对于你师傅来说，未尝不是一种好的解脱呀。他最后临走的时候有说什么吗？他最后清醒过来了。黄院长说他是回光返照，他跟我说了好多。那聊到我了吗？当然聊到。老陈，知道了。我这听说你跑奈何桥走了一遭又回来了。阎王爷看我一个人去了，说回去把那个叫向修远的也给叫来。哎呀，行，我看你是清醒了。这刚好点，忙什么呢？哎，我这不，糊涂3年，我就想着清醒，把这个能记事儿记下，给聪子。哎，聪子没来啊？哎，聪子呀，哎呀，聪子现在是科长了，人家现在忙得很，根本来不了。怎么了？我陪陪你不行啊？哎，行，我有知心话想跟聪子说，你听不懂。哎呦，什么金玉良言呐？来，侧耳恭听。别告诉别人啊。说。这3年呀，我糊涂，清醒，老乡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萨子怡跟一集团是不是又出来活动了？哎，你们海关是有纪律的，这种事我不可能知道。哎，不过我听说好像有一个什么视频在网上流传的挺多的，好像是一个什么娃娃呀什么东西。给我，快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我看能不能找着。你看是不是这个？就是这娃娃，就是他。聪子，3年了还没抓到他吗？啊，这怎么办？就没了我，他妈什么都干不了呢？啊，都枉费了我。之前还说他是干我们海关的这块材料，哎呦！给。不要再说了，你这刚好一点，你不能这么激动。想，就你个事儿，你说。别激动啊！我去叫医生。行，别激动啊！我去叫医生。老乡，别医生啊！别走，医生！
公子，你师傅说的这些话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。他毕竟是个病人。如果在这3年里面，我能查清易集团，找到易集团的幕后主脑，我师父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无力感。你说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你已经做得很出色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完成你师父交给你的任务，这只是一方面。他自己，他笃信了一辈子的信仰被他自己亲手摧毁，这才是他最大的痛苦。呀，儿子，回来啦！老爸，哎，你们吃了吗？没吃饭。那妈就给你下点面。哦，先不用。我先回房间了。哦，好。哎，干嘛去？干嘛去？啊！给他倒点水喝。不用，他师傅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，他现在心里不舒服，想一个人待着。这孩子心重，很多前尘往事他需要时间自己考虑清楚。他父亲去世那时候啊，他也是这样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1个月，学都不要去上了。要不是有你陪着他呀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次啊，无论如何你得好好劝劝他，听见没？他听你的。放心吧，只要我有时间，我就多陪陪他。孩子毕竟不小了，他现在需要私人空间，我们只要做到别烦他就行。聪子已经很懂事了，我明白。喝点水吧。啊。师傅有个事儿想求你。你说什么？听着。虽然这个易集团被我们捣毁了，但是SARS疑问死因，警方还在调查。我一直觉得这很蹊跷。放娃娃的这个人到底是谁，我们还不知道。所以我希望你呢，能够替我亲手抓住这个装神弄鬼的坏人。国科，老刘，你找我？哎呀，是这样，国科，老陈的事呢，我们都听说了。多好的人呢，平时对我们这些保洁，你特别的热心。但是，国科，你也要保重身体啊。知道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红啊，记住，
这里就是我们要守的城。婆婆，给你带了早饭，你吃2口吧。没事儿，你并不是饿不死的。伯克，我来吧，你去休息休息。好。去。李姐，伯克再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垮的，你劝劝。我说也没用。那你说他这算不算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？可能也没这么简单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天，他对E集团都闭口不提的？有时候火哥、宇哥聊起来呢，他也是都不参与，直接走开。这种刻意回避，在心理学上其实可以解释为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。伯克还会缺乏自信啊？我也只是猜测，再观察观察。伯克，来，伯克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你帮我盯着。哦，好，去吧。博文，你好，中国海关，请您自行打开。喂，伯克，我帮你热豆浆和油条，你就吃一口吧。哦，谢谢啊，我现在还不饿。这我帮您盯着，您去休息会儿。我估计小魏劝不动他。老虎，你去劝劝他，让他回去睡一觉，这么下去人会垮的。我能劝得动他吗？不行，一会儿我找沈副馆长去，咱说不动他，他的话他得听吧。宋子，下班了，回家吧啊！昨天啊，阿姨就给我打电话了，让我务必安全的把你送到家。你回去吧，我还不想回去。哎呀，你这不成啊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在这儿一待一天，天天跟这儿熬夜，那不是个事儿啊！哎，张小静，你那眼窝啊都已经凹进去了。哎呀，赶紧回去吧，都累一天了。哎呀，你要是这样呢，我们可能就得上点手段了。来，波波，掺锅的人退朝。别碰我，让我安静点不行吗？顾客，到办公室来一趟。同事们在关心你，让你回家休息，你好大的官威呀！来，我这有桌子，你过来拍，你来拍。顾总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不吃不喝，你以为你这样透支工作能撑多久？这是你师傅想看见的吗？靠你这样的状态就能破获一集团吗？
沈副馆长，我师傅都走了，带着遗憾。我真的很内疚，也很着急。现在唯一能干的只有工作了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不赞同你的做法。为了保护你，关里决定让你休假。你要利用这次机会，把一些事情捋明白。是。国宗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我们都在。是。